来解说的是捕梦网的新歌 Because， 那就开始吧。这个前奏呢，它分成了2个层次。第一层的话，可以听到有吉他在弹它的底音；再来的话，可以听到这首歌的音乐主题。另外一个还有小声用来铺垫的旋律放在高音，它是用来补人声唱完之后，后面会留有一个小的空间。所以等一下人声唱完就可以听到有这个。然后在第2层的时候加了低音。主歌的变化就是去掉了刚刚的贝斯，所以从上一段听过来会发现那个最底下的贝斯少掉，又回到前奏的第一部分的感觉。点是这一段加了第2跟第4拍的重音，这段的拍子的话，它是大大大大。和声比较特别，是前面的和弦，它是4个和弦，但是到主歌2的时候，它的音乐其实开始往前走了。它在这边的和弦变化跟前面是不一样的，它这边和弦是往下走，这也是阶梯式的往下。前面那一段相比的话，它这边和弦是这样子阶梯式的往下的走，它在故事上面的发展程度跟前面是不一样的。就比如说像前奏的话，它可能就是空拍一些场景，然后到了主歌1的时候呢，开始一一的人物介绍，因为它的和弦是比较有规律的重复。然后到了主歌2的时候，它的和弦开始往下走了，音乐开始有发展，听起来就像是主人公跟另外一个人相遇了，开始这2个角色有互动。而且在这一段的最后一个音，它的和弦用了一个悬疑的效果。这个悬疑的效果，它是把音乐往上拉，然后让音乐听起来有一种问号疑问的感觉。这段过门也是蛮特别的，它在上一段的结尾制造了一个悬疑的效果。照理说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要放在过门，但是他把它提早放在主歌2的结尾。然后原本应该是要拉高期待的过门呢，他反而是把它拿来当做一个过渡，有点像是在打字的时候的那个点点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从前面的主歌2到过门的过程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他打开了一扇门，然后他看到了点点，然后那个过门就是那个点点，所以他把这个期待值拉得很长，最后才到副歌。然后我就想一个故事，一开始前奏的时候是一个古堡的外观，再来就是人物介绍，人物介绍完了之后，可能外面有个流浪的旅人经过看到了这个古堡，走了进去，一开始跟那女主人相处得很自然，但是呢有个奇怪的房间，打开了之后呢，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
听到这个旋律。在第一段副歌的时候，其实不太清楚。这个旋律还是藏在背后，只是没有这么明显。它这边也是用了副旋律，背景音乐跟人声有2条旋律线在同时进行。再来另外一点就是副歌的拍感变宽了。像前面的它的拍感听起来是比较快的，大大大大，但是到了副歌都要变成大大大大。这段的风格变成了丛林舞曲风格。丛林舞曲风格的特点就是它听起来速度很快，乐器听起来也很多。其实音乐是跟前面是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先做了一个4拍的过渡，之后呢才接到第2跟第4拍的感觉。我带大家听这个拍子就知道了，可以听到这一段有第2跟第4拍的啪啪啪啪的声音。但是这个啪啪的声音，并不是上一段 rap 完结束之后马上接这一段，它是中间又过渡了4拍的拍子之后才接了这个东西。我没有听过有任何一首歌 bridge 会比副歌还长，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做可以让这个更有故事性。他这边有一个和弦，让这整个音乐的色彩转换到另外一种感觉。为什么这边听起来这么特别呢？因为呢，这整首歌它是E小调的。这个音阶里面有它应该出现的声音，跟照理说不会出现的声音，所以它前奏的旋律是这样。它会用到这个哆，但是它在 bridge 的时候用了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和弦里面的声音，本来是小调，它把这个哆往上升了，变成大调的声音，所以这边的声音听起来就会亮起来。然后第一部分跟第2部分听起来是一样，但是呢，它在第2部分加了底。
像上次影片就有人留言说，音乐里面出现钟声，好像会有一种审判的感觉嘛。这段也是又出现了一个钟声，然后还有小提琴，咦，然后往上的感觉去制造那种恐怖、毛骨悚然那种感觉。再来就是它的和弦也是往下走的，然后听起来就会有一种坠落、走向堕落，然后无法回头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背景音乐是用钢琴做铺垫，在这惊悚的当中又加入了古典的感觉。在最后那个音乐盒像是没有马达一样渐渐变慢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整体来说让我想到蔷薇少女那种感觉，然后在气氛的营造上面非常好，音乐的故事性也很好，再加上歌词跟音乐的搭配，整个音乐的故事性又会变得更完整。音乐风格上面又有强烈的部分，但是到了副歌它又是比较宽的感觉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冒毛的音乐听起来就是非常热血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跳脱那个感觉。然后副歌的副旋律也让它的音乐线条变得非常丰富。再来是运用背景音乐一些小音符的铺垫，去补它音乐上面的平衡跟空间感。从 AT 子以来也都是这样子，果然是他们就是在音乐的小细节上面做得非常好。另外我觉得它的收录曲非常有趣，像这首听起来是带点毛毛的感觉，但是下一首又转成非常可爱的热带风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，因为它听起来很像是10几年前非常流行的欧陆舞曲那样，它带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。现在的人听起来啊，但是它的复古并不是说像 disco， 而是像我小时候那样子欧陆舞曲的那样感觉。玛呀嘿，玛呀哈那一首。的音色我觉得它调得很特别，它弄得很像是我人坐在舞厅的现场听 live 的感觉，有合成器的声音，然后有 funk 感觉的贝斯，听起来比较短，音色调得非常的朦胧，然后背景音乐可以听到有小喇叭，所以就是非常标准的舞厅的那种感觉。这首的话，我觉得要听完全曲才会知道它的魅力。一开始它只有钢琴，乐器才一个个加进来，加了吉他，然后加大提琴，加钢琴，铺陈再把它慢慢的堆叠，这样整体就是这样子。那我的音乐解说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